快快都未入我就得，叫個頭出去。帶叫帶，繼續叫帶。嗰邊啊！入心，叫嗰邊啊！喺度夾心。投票！今天是亚运城小区大喜的日子，小区的龙舟会第一次以东道主的身份主导一场龙舟活动。潭山、赤岗、12等附近村落的龙舟出席了这场盛会，有别的村来，有联谊性质，你肯定联想到昭景。主办方的海报确实是这么写的。作为一名游客，如果保持100%的诚实，那我觉得和我以前看过的昭景不太一样。今天的活动鞭炮比较少，多了几分互动体验。至于昭景到底是什么意思，那还有点复杂，得一整部视频才讲得明白。咱先别急，先看看亚运城是什么情况。这是一个没有安置房的小区，10万人规模。为了迎接出席仪式的尊贵宾客，龙舟会组织了11艘龙舟，至少1000名饶手。那饶手怎么这么多呢？因为小区的居民特别多，于是就分了好几个批次，大家轮流体验。这其中绝大多数的人比较懵懂，只知道赛龙舟。也别嘲笑人家，因为短视频里的龙舟就是用来赛的。而且每次都有充满律动的 BGM， 每次辽宁队都会冲出赛道。还有一部分亚运城居民对龙舟其实非常熟悉，起码比我熟悉多了。他们曾经在拥有龙舟的村落度过童年，后来成为爸爸妈妈，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。今天就是带着小朋友体验龙舟的绝佳机会。这些体验活动通通交给了标准龙来承接。标准龙就像古典规则与现代生活的缓冲带，怎么玩都问题不大。那还有一种叫做传统龙舟，亚运城最懂龙舟的人今天都在传统龙上面，其中许多人就是来自乡村，以前在村里面就当过扒仔。围绕传统龙会有特别多复杂的仪式和规则，大家都给予它最大的尊重。总之呢，只有古老的村落才拥有传统龙，这是一种高贵的身份符号。一艘传统龙可以连续使用100年以上，想象一下，好几代人横跨1-2个世纪，在每一年的端午都驾驶同一艘龙舟，搞一些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仪式。那问题来了，人亚运城是现代小区，没有宗族，没有村落，没有神庙，理论上讲，人和人之间是松散的原子态社会关系才对，怎么会拥有一艘传统龙呢？今天我们就假装自己是一个隐形的观察者，来看看这艘龙舟的来龙去脉，也讲一讲龙舟与村落与宗族的关系。前几天，这艘龙舟还在龙舟船厂里面做保养。2026年5月15日，亚运城龙舟会的老哥老姐特意选在这一天，冒着雷阵雨，来到几十公里外的顺德，见证这艘龙舟开启新的传奇。为什么非要定在这一天呢？因为老黄历就是这么说的，符合礼乐规范。那这么做有意义吗？我当时也怀疑，不过2天以后刷短视频的时候，我想明白了。因为就在这一天，很多村的龙舟都在搞浚水仪式，亚运城也在搞。广东的端午不是1-2天的节日，而是基于社会共识所衍生出环环相套的一系列神圣仪式，持续将近整整1个月。
如果不尊重这些共识，那就像剥洋葱，剥到最后就没有端午节了，只有放假。举完龙舟以后，大家分成了2队人马，一队人开车回龙舟基地，另外一队，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队，要用拖船把龍舟拖回去。唉，十足，把把都企入去得，掉個頭出去。出咗我擺就得㗎啦，你跟住一陣間我教你點講。好，知道冇問題。叫他，繼續叫他，嗰邊啊，叫嗰邊啊，集中，反方向，集中，呢邊，反方向啊，呢邊，係呢邊，調啊，别看只有1台发动机啊，其实船速并不慢，但开回亚运城要足足4个小时。为啥这么久呢？因为公路直来直去，水路却蜿蜒曲折。珠三角的细密水网把村落寨堡分割成一座座城邦，在少桥的时代，又像一个交通平台，把相互隔离的定居点连接在一起。对于古代的村落而言，端午节的招景仪式就是村与村、族与族之间的外交活动。亚运城的龙舟也将迎来它的壮游之旅。对，这里补充一个信息啊，这传统龙的非常贵，像坤甸木龙舟起步价10几20万。住过现代小区的人也都别装，就连交物业费这种事儿，大家都没办法达成共识。那要花这么多钱买龙舟，这还是比较有难度的。所以这亚运城的第一艘传统龙舟其实是2手的，它曾经属于顺德某条村落，这是理性的选择，也可以说是一次机会去继承古老龙舟所蕴含的美德。视频里拍摄了这一路的万水千山，对我而言是新鲜的，对龙舟而言可能是故地重游。
是一个龙舟分会的大本营，据说曾经是一只废弃的船只，被盘下来当基地了。亚运城的龙舟队现在还不怎么富可敌国，所以就搞了很多这个朝花夕拾的事情。不过这个龙舟基地还是很有味道的，端庄伟岸，里面也很有感觉。相信大家看视频的时候能感受到一股祥瑞之气，如果感受不到，说明有杂念。点香。咪分啲俾啲兄弟啦。有多就個唔憂冇啦，真同你嘅。烧香拜神、画龙点睛，对于龙舟而言，这些仪式让法器与神明建立联系。从此以后，用木头雕刻的龙头也好似拥有了生命。对于早九晚五的亚运城居民而言，这是不同小区的人心怀相同愿景所参与的一次集体活动。龙舟上的旗帜通常会写村名、氏族姓氏、源流或者宗族祠堂的堂号。亚运城的旗帜就写着亚运城，大家来到这个小区以前，相互之间全都不认识，也没有血缘层面的亲情。或许他们也可以像古代村落那样去追求协作精神，追寻荣耀，可能这也是这艘龙舟的意义之一吧。接下来是龙头龙尾的竞标，这个活动特别好玩，而且隐藏着古代宗族社会财产制度的影子。先是龙头500元起，经过几轮竞价，一位老哥以1088元竞到了龙头。这部分咱们先略过一会儿龙尾的竞价，那才是佳士得大片。我是来自广东天河车陂的。那我是常年在车陂那里，也是在打龙头的，所以说。我也跟着人群一起惊呼，这老哥居然来自30公里外的车陂村。车陂是广州非常有名的龙舟村，整个村的自我叙事都和龙舟相互绑定，而且自古以来就是这样。东莞中堂老歌
全场最佳男配角。一会儿他身上会有很多名场面。刚才这一段非常精彩，注意啊，龙头的成交价是1088，突破了这个心理锚定价格以后，双方在30秒之内迅速交锋了好几个回合，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那接下来会有哪些小妙招呢？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世界名画。本地团队逡巡了很久，始终没敢叫价。东莞老哥已经在用手机发消息了，马上就要把龙尾收入囊中。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中堂老哥的表情将会发生哪些变化。估计老哥的节奏被打乱了，这段听不到他在说什么。反正前面的节奏是10秒钟一个回合，他这段是足足思考了2分20秒啊。仅仅过了20秒，本地天团立刻还击，1688。注意啊，这里是加价200，是一个进攻的姿态。东莞老哥又推高了100，1788，搏了一把，但我觉得气势上已经弱了。最终龙尾竞出了1888，龙头1088，纷纷成为了龙舟会搞活动的经费啊。在古代华南的农村，这种竞标模式其实非常常见。晚清时期的宗族非常现代化，其实已经和法人代表、信托机构比较接近了。村里的祠堂、神庙都可以看成法人符号，宗族所托管或者宗族名下的商铺、农田、仪式席位，甚至养猪产生的有机肥料都可以公开竞标，筹集到的钱就是全体族人的共同基金，这些基金可以直接分红，也可以再投资。老说华南族群团结，会做生意，人家这地方有宗族啊。龙舟活动所推崇的勇敢、协作、荣耀，其实就是华南宗族在充满竞争的自然环境里，仍然追求协作的写照。
龙舟所蕴含的美德是普世的，或许定居在广州的每一位现代人都可以去追寻。接下来是九龙出海的巡游仪式。现在排兵布阵，在8艘现代龙的簇拥下，刚刚进水的传统龙舟将要巡视自己的领地。这8艘龙舟都是22人制的小型龙舟，分属于8个小区。如果拿古代农村硬套进来做类比，那亚运城就可以看成一个10万人规模的超级大村。这8个小区就是8个约，比如天意是一块独立的区域，在亚运城最北边，那它就是亚运城北约。传统龙舟就代表整个亚运城。满编制的传统龙舟可以塞得下60-70人，而且非常考验驾驶技术，需要好几个小区出动精兵强将才行。在现实层面，只要这艘龙船漂在水上，那就表明8个小区的人正在处于团结协作的状态。开心啊，乐死了！这种动物很奇妙，当你放下包袱，拥抱勇气，追求荣耀，身体就会分泌出某种激素，让你拥有金钟罩和铁布衫，不再恐惧任何事物。龙舟就能给你这种感受，在鼓手的调度下，每一次下架都能转化为传声速度的提升，于是你的身体识别到了纵向协作的快乐，变得更加亢奋。你当真会认为一艘高速冲刺的龙舟坚不可摧，能击碎一切魑魅魍魉？这就是龙舟带给人的快乐，字面意义上真实的快乐。如果招景意味着村落之间的友好仪式，那龙舟竞渡就代表着对荣耀的追求。在激烈的对击对抗中，团队内部的协作意识也将被推到极致。亚运城的8支队伍全都来参赛了，那么他们的成绩怎么样呢？视频里穿蓝衫的天骄队，分居组的16支队伍排在第11位。作为局外看客，我认为这个名次比较普通。天骄的老哥说自己发挥正常，比赛结果符合现实。那
那亚运城其他队伍表现怎么样呢？多数队伍名次更靠后，不过天运队发挥出色，达到了第2名的好成绩。有点不可思议了，是不是？别忘了，这个比赛是有分组的。亚运城所在的组别，我猜测属于轻量级，隔壁还有重量级的组别。把亚运城这一组的第1名挪到重量级的那组，那就只能排在中等水平了。那如果冲出石楼镇，走向广州，走向大湾区，还有更强的队伍。所以说，龙舟世界山外有山，永远都应该保持谦逊，也永远都有更高的荣耀去追求。那我们看看强队是什么样。这只是热身啊，奖品之快令人震惊。我聽佢哋嗰啲舞嗰啲叫爭人。还是刚才那个队，刚起步已经取得半个船身的巨大优势。由于领先优势太大，对手被卷入了尾流，节奏全乱了。他在来回摆方向，最终以巨大优势取胜，服不服？这就是强队啊！当然，在现场看龙舟赛，也有其他邪门歪道的看点。也有一些看点是个性化的，你覺着沒意思，但是別人很感興趣。哇！呢隻船好後生喎，好多靚仔喎！哇，好多靚仔啊！係佢啊！嗱，幾後生啊！呢隻船明顯啊！賽場之外也有看點，這次比賽地點是在蓮花山附近的村子，我以前來過這兒，是個很有特色的漁村。我特別喜歡這裡，現在整條村都充滿奇幻色彩，滿大街都是重裝步兵還有法師團隊。我和亞運城的一位饒手閒聊，提到參賽村落的時候，他充滿敬畏，有2、3次都強調人家爬龍船爬了幾百年，在近距離接觸過龍舟大佬之後，我好像能 get 到這種恐怖對手帶給人的壓力。不過就在幾天之後，賽場上曾經的競爭者將出現在亞運城的河冲。係，辛苦晒。先爬兩圈啊！先爬兩圈。有些人到下午一看還有節目，於是又從小區跑下來。農曆5月、6月是廣州潮汛最豐沛的時期，月初、月中又是每個月潮汛最豐沛的時期。可能有一條河冲在1年裡面有11個月都只有很低的水位，只在端午這幾天能灌滿水。於是別的村可以爬着龍船來看望，別的時間都不行。龍舟作為運動，隨時都可以有，但是有靈魂的活動，
每年只有一次。明年端午，咱们再看看还有什么新地方。